在《封神演义》中，红军老祖与女娲、伏羲同辈而论，皆为远古的神奇。红军老祖门下有三大高徒：通天教主、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他们乃盘古开天后三魂所化，各自承载了无尽的玄妙与奥秘。然而，在现代网络的各种小说中，为博眼球而出现了如杨梅老祖、空心杨柳等虚构角色，这些人物在古代中并无记载，纯属杜撰。回归《封神演义》本身，其中定数一词凝聚了众仙家的命运。定数源于天数，天数则起于天道，而天道最终归于大道。大道无形，却主宰着宇宙的兴衰，三界的浮沉。女娲娘娘与红军老祖同为天道圣人，他们融入天道，成就了圣人果位，与天道相依存，共归属。红军老祖与天道融合得如此彻底，他的元神完全融入其中，使得他几乎成为了天道的化身。因此，在《封神演义》中，所谓的定数，实际上便是红军老祖的意志与心愿的体现。当年玉帝欲招募元始天尊门下的12仙手入天庭任职，但12仙手却不愿受玉帝差遣。同时，太上老君也深感若天庭全为元始天尊门下所掌控，恐使阐教一家独大。于是，在红军老祖的旨意下，决定让三教共立封神榜。通过兴周灭纣的历史变迁，三教仙人纷纷参与到封神大战之中。那些战死的仙人们最终得以封神归位，成为了天庭的一员。龙祖烛龙，在古代神话中，关于龙祖的身份，烛龙与应龙两者常被提及。然而，若细究起来，应龙虽威猛，却与龙祖之称似乎有些距离，而烛龙则更显得神秘而古老。烛龙被尊为中山的山神，在《山海经》占据一席之地。烛龙并非寻常山神，而是被赋予了控制昼夜更替的神奇能力。当烛龙闭目时，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而当他睁眼时，光明便洒满大地。此外，烛龙的呼吸还能左右雨雪生成，决定季节的交替。这种强大的力量使得烛龙在神话中笑傲三界。关于烛龙的形象，古人描绘他为人面龙身，皮肤红褐色，口中衔烛，于西北无日之处为幽阴带来光明。这种奇特的形象让人们对烛龙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而史学家们则认为烛龙的神话可能源于古人对火山锥这一自然奇观的观察和想象。当火山喷发时，浓烟滚滚，火光四射的景象与烛龙的神力不谋而合，从而为古人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烛龙不仅是万龙之祖，更是上古神话中的创世神之一。它的存在早于应龙等其他龙类神奇，且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和神奇的能力。在古人的想象中，烛龙便是那掌控昼夜、四季的神灵，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妖祖、混坤祖师，宇宙出生，一元灵独步天际，机缘巧合下获宇宙造化神器，历世修行后功德圆满，被尊为创始元灵。他慷慨地将神器之灵分别恩赐于红军老祖、混坤祖师、女娲娘娘及路亚道君四位始祖，由此各自修行，广纳门徒，铸就了上古神话的基石。关于妖祖的身份却争议颇多，尽管有人因女娲持招妖幡而将其误认为妖祖，但女娲创世补天的伟大事迹足以证明她是尊贵的上古正神，与妖并无瓜葛。真正的妖祖当属混坤祖师，他的原型是上古异兽鲲鹏。混坤祖师被誉为洪荒妖祖，乃万妖之根源，其身世非凡，乃由远古神兽鲲鹏所化。鲲鹏非比寻常，于水中可掀滔天巨浪，身形庞大无比，于空中则能翱翔9天，展翅若云。此等神兽在庄子逍遥游中亦有生动描绘。与金翅大鹏不同，鲲鹏之威更胜一筹。在印度神话中，有神鸟迦楼罗，虽与鲲鹏形似，然鲲鹏之实乃龙也。当其飞翔于9天之上，
瑞木能洞察海中之龙，巨翼山开波涛，利爪擒龙而啄食之。此等震撼之景，尽显鲲鹏之勇猛，亦彰显混沌祖师之无上威严。神祖昊天，在古代神话的丰富体系中，至高神的形象多变，各有说法。在屈原的《九歌》及楚地神话中，东皇太一独步天庭，而在《山海经》里，帝俊则威震四方。道家神话更将玉帝尊为无上主宰。面对这三位显赫的天神，古人却智慧地将他们的形象融为一体，尊称为昊天。昊天，历代帝王祭祀的至高天帝，他主宰天道，开创宇宙，功成而不自居，长存而不主宰，默默居于光明之地。世间沧桑变迁，东西南北，信仰各异，炎黄五祖、基督耶稣、释迦如来，众神林立。然而，无论信仰如何分歧，今人应明了，在这多元的神灵世界中，昊天仍是华夏的万神之祖，安抚众生。魔祖蚩尤，罗侯常被误认为是魔祖，手持神兵是神枪，威名远扬，甚至被描绘为能与红军老祖一较高下的存在。然而，这不过是现代洪荒网文的虚构罢了。实际上，罗侯只是古代神话中的9曜星君之一，名为罗侯星君。在《西游记》的故事中，他与众星君一同出征，却未能降服孙悟空，可见其实力并未如传闻中那般强大。而真正的魔祖应是蚩尤。蚩尤率领的9黎部落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他们发明谷物种植，推动农业发展，又独创金属冶炼，制造锋利兵器，威震四方。《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了黄帝与蚩尤的传奇之战。蚩尤率领大军进攻黄帝，黄帝则派遣应龙迎战于冀州之野。应龙擅长水战，引水蓄势待发。然而蚩尤不甘示弱，请来风伯雨师，掀起狂风暴雨，将战场淹没在无尽的风雨之中。黄帝见状，急忙从天界召来天女拔。天女拔一到，雨停风止，为黄帝军队创造了有利的战机。最终，在黄帝的指挥下，应龙等天神与人间勇士齐心协力，成功擒杀了蚩尤，赢得了这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此战不仅展示了黄帝与蚩尤之间的英勇对决，更凸显了古代神话中神人共战的壮观场面，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段不朽的传奇。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尊崇。司马迁作《史记》，以黄帝为我们民族的第一人，为之而作《武帝本纪》，并在篇末表示对黄帝的赞扬，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见于海，南服江淮矣。至长老皆个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人们不禁要问，黄帝到底有哪些史记，致使他受到人们如此广泛的称颂？他的形象与其真实的历史身份又是如何？有关黄帝的史记，史记说的最多。他从黄帝的姓氏名号说起，一直说到他的文治武功，特别是他的对内对外的征伐。他先是率领诸侯对神农氏的后裔炎帝进行征伐，在阪圈这个地方与之进行过3次战役，才终于得其志，取得了胜利。接着他又对来自东方势力集团的蚩尤进行讨伐，双方在涿鹿展开大战，结果是蚩尤遭到了擒杀。由于这2次战争的胜利，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皇帝。之后他又对北部边疆地区的徽州及勋域、咸允族展开挞伐，将他们逐出国境，并因此合服釜山，而易于涿鹿之阿，也就是在釜山举行诸侯对自己朝拜的大会，定都在涿鹿山下的盆地。他于是在这里设置左右大监，让他们去监管天下万邦，同时举荐封后、立牧这些贤才来治理人民，俨然是第一位建立起对天下统治的帝王的形象。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